嗨，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那么今天来聊一个跨境卖家圈子里面呢出镜率很高的一个工具 Airwallex， 中文叫做空中云汇。那它到底是什么？怎么用？适合谁啊？它的优缺点在哪里？值不值得呢？你去把你现在的收款方式呢？那么值不值得呢？你把你现在的收款方式给切过去。今天我就会用大白话把核心给大家讲清楚。那顺便呢，带大家手把手过一遍注册和给大家讲一下后台的一些功能。那么让你不止听说过，而是知道怎么样去上手。首先呢，先把定位给大家说透哈。那空中云汇它不是传统的银行，它更像是一套给跨境生意做的一个资金操作系统。那你用它开一个企业账户就能够在同一个平台完成收款、换汇、付款、开企业卡、管预算和一个报销。那么还能对接常见的一些电商平台，比如说 Shopify 乌克莫斯那还有常见的一些财务软件什么 PayPal Google Pay并且呢，他们的成立时间它的成立时间不算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15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成立了。它的发家呢在澳洲，现在总部呢在新加坡。它的全球的企业用户呢是几十万覆盖的国家和币种呢都很广。不管你要收欧元、美元、什么法元什么人民币或者什么日元都没有问题可以看到它已经开设了货币呢，已经接收20多种货币的资金，并且呢可以看到向银行间汇率银行呢汇率向200多个国家进行全球的转账。那它的产品是为跨境业务的快和多变而设计的，而不是让你去排队填表去盖章。那么为什么很多卖家都换它？一句话，省心、省时、省钱。那传统的做法呢，就是钱从卖家到你的账户可能要经历好几次的一个币种转换，特别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时候我们做跨境电商，你的币种不可能统一，那么每一种币种你可能都要经历好几次的这种币种转换好几家结构过手。那每过一道关呢，时间被拖一节，费率呢被吃一口，那么手续费呢再扒一层，算到最后利润平白少了一块。空中云汇它最大的价值呢在于3个方面。第一，币种本地收款，它能收客户惯用的一个货币不强制马上换汇。第二呢，换汇走银行间它的实时费率少加价，什么时候换多少你自己定。那第三呢，它的付款和发卡是一体化的，给供应商打钱、给团队报销和投放广告都在一个后台做完，账目清楚动作迅速。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企业账户里面开多个本地币种的一个子账户，支持美元、欧元、英镑、澳元、港币等主流货币。你可以收进来呢先放着也不着急去换。那你可以等到汇率合适的时候再到账户内一键兑换直接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多币种钱包这里有全球收款账户，这里有一个换汇你可以直接去换，就可以直接一键兑换。它的费率也是透明的，基本就是银行建价上加一小点。那么很多传统的跨境电商呢，它会走这个 SWIFT 慢通道就是这个 SWIFT 网络。我们知道走这个通道的话它很慢，他们有自己的本地的一个清算网络，走这个通道SWIFT 网络。那这个通道呢，它是属于一个慢通道可以看到到账时间2到3个工作日。你可以这里可以看到SWIFT 跨境电汇收款账户1到3个工作日，甚至有的呢可能要3-5天。那它的手续费高达50美元，还要经过多家银行中转，那这个流程又慢又贵。而这个空中云汇它通过自建的本地支付的一个网络能让你在银行间呢实时汇率，当日的汇款资金最快几个小时，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可以及时的到账极大的减少供应商的等待，还有额外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一个
远程的团队还有外包的人员哈，如果说你的团队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而这个空中云会呢，能让你在几秒钟发放虚拟卡，制定每个人的一个消费限额啊，精准的追踪每一笔花费，非常适合管理广告预算、订阅服务团队的一个支出哈，让你的财务管理更清晰，那也不用乱糟糟的去进行一个手动报账，因为空中云会呢也是有虚拟卡的。可以看到自动化全球卡发行，那在40多个国家呢发行多币种的一个 Visa 卡。那这个虚拟卡它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啊，所有的消费呢都能在一个平台统一的监控和管理，非常的高效。那么在正式进入操作演示和注册空中云会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空中云会和传统跨境电商汇款，就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SWIFT 电汇的一个区别。国际银行转账啊，就是这个 SWIFT， 那它汇款呢，通常呢需要2到5个工作日才能到达目的地，甚至呢可能有的还需要6个工作日。那它每笔的手续费呢，大概是在20到50美元之间，而且呢，只在银行工作时间内处理，也就是说周末呢，他们是不会处理的。但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空中云会哈，你可以通过他们自建的本地支付网络来汇款。那么也就是说呢，50%、95%的交易呢，都能及时的到账，或者说有的它甚至当天就可以到账。全天24小时啊，每周7天呢都可以用。它的汇率差呢也是极低的，它支持付款到120多个国家啊。对于要求控制成本、提高资金流转的速度的一个全球性企业来说呢，差距真的非常的大。可以看到这里啊，显示啊，无需传统银行系统的费用和麻烦，即可向全球供应商和员工付款。不管你的供应商在哪个国家哈，也不管你的员工在哪个国家，你都可以及时的去付款啊。它的覆盖面不止100多，可以看到200家的国家和地区哈，60种币种，最快呢可以在1个工作日内收到付款，并保证全额到账。那么无论你的交易规模大小啊，均可享受优于银行的一个汇率，并避免隐藏的一个交易费用，并且呢，你还可以使用批量转账，一次性将资金呢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多个收款人，每人指定金额啊。有了这个，确实真的太方便了。这个下面啊，你可以看到啊，他们的一个全球转账方法的一个网络哈，这里可以看到啊，支持的地方非常多啊，什么啊，美国、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哈、新加坡、德国等等啊。听完我刚才的解释哈，大家是不是觉得确实，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是不是正在想要寻找啊？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或者说你正准备做跨境电商，是不是非常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是不是需要啊，急需这样的一个收款方式？付款方式。好，接下来我就会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就是空中云会的费用的一个结构。在这里呢，大家正在观看的朋友，建议你可以打开我视频下方的空中云会的一个注册链接哈，你可以进来啊，一起来看一下相关链接哈，大家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找到。大家先找到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哈，打开之后呢，你就会来到的就是这个空中云会它的一个首页。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在你的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来到首页，鼠标拉到底，在这里找到它的一个价格。当然它这里的定价不一定是死的哈，因为它不同的国家它的收费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相关的国家，你点击这里也是在首页的最底部这里哈，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倒三角，那你可以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那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中国也有哈，这儿香港，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日本也有啊，看一下日本的，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它的一个收费情况。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收费情况。那这里选中美国之后，我们鼠标拉到底，在这里有一个价格，点击进来。OK， 接下来哈，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里你可以看到哈，它这里如果说是美国的话，它是每月价格，每月计算的。它有一个适用的，这里有一个标准的一个选择，可以看的是每月是99美金啊，就给算100美金啊，以这个价格就是100美金。那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透明化哈，你可以看到它没有什么开付费啊，也是没有什么隐藏的费用。
那每月$99的话，你可以定制啊，多条件审批、自动化账单处理、供应商审批流程、账单汇款通知、采购订单和需求请求听功能，并且你看它是同步银行啊，它这些相关功能你都能够享受到。这里你也可以先进去免费试用。那这儿呢可以看到它有免费试用1个月。那接下来这儿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这个香港的。选中香港之后，让我们拉到底哈，再来点这个价格。那这里香港你可以看到哈，它开户也是啊0月费，在香港开户是完全免费的哈，也没有月费，也没有一个最低余额的要求。那你账户里面放钱呢啊，那也不会被你账户里面放了钱呢，也不会被收保管费。只有你实际使用了某些功能的时候呢，才会收取费用哈。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收单呢，它是3.3加2.35的一个港币订阅管理哈，它会从你的客户那里收取定期的一个订阅付款一个5%。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国际付款，这里如果通过 SWIFT 啊，它就是120到200，这个呢它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一个币种，还有国家的一个公司卡、员工卡啊，它都是免费的啊，主要是针对你的公司是香港主体去注册空中云会啊，可以享受到的一些服务。这个企业卡的话，只有当你超过2个团队持卡人的时候呢，每多1个人的话，他每位持卡每月是收40港币啊。可以看到这里管理员工的费用。总体来说，其实这个平台的话，它非常的透明哈，只有在你真正使用功能的时候呢，它才会收费，不会说是平白无故的就去扣你的钱。那这个呢是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收费情况。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其他国家，这儿你可以来选中哈，这里比如说中国其他国家这些地方哈，你都可以来看一下。刚才这里就给大家看了美国的一个费用。如果说你是美国的主体哈，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来看一下美国的，并且来注册空中云会的账号也很简单。其实注册非常的简单哈，这儿相关的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接下来很多朋友那是中国大陆的哈，可能你会考虑一个问题呢，在中国大陆开户哈需要一些什么文件？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企业开户所需文件，第一，你的营业执照法人的身份证，还有最终受益人的一个身份证还有什么股票架构图可以看到这些情况，他需要的这些证明，那么在这里你都可以一清二楚的可以看到。好，接下来呢，那我们就回到首页，那来跟大家来过一遍怎么样去注册它的里面一些功能，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链接这里相关链接在描述栏建议大家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遍。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登录，那这儿我们是新用户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注册。接下来我们要去开户，这里我们需要填入你可以输入你的手机号，也可以输入你的邮箱这儿比如说我输入一个邮箱，点击这里开始立即注册下面这里同意一下，点立即注册。好，那么这里他会问你目前你的企业呢，你有多少名员工这个你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来填这我选一个。你预计每月呢在空中云会的一个月流水是多少，也就是说你的一个交易金额这儿呢也可以随便填一下。好，那你最希望空中云会帮你解决什么主要问题？这个相当于其实一些调查问卷这个东西大家随便填一下就行。我们这里点下面一个继续，那么这儿需要你的企业邮箱，并且需要你的法定姓和法定名。那前面呢填前面填我们的姓，后面填我们的名。好，这里呢输入一个密码，点击下一步，这里填入你的企业名称你的公司总部在哪里这里选一下。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他问你的业务在哪里，这儿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就选中国。好，接下来填入你的手机号码可以看到这里+86的中国的手机都可以。好，这儿勾选一下，点击创建账户。那么企业名称这里需要填写一下点创建账户。好，这个时候他会往你的手机里面发一个验证码，这儿填写一下验证码你看一下你的手机，点一个确认。好，这里可以看到你已成功创建这个空中云会的账户。那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激活你的账户。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邮箱刚才你注册的一个邮箱，打开邮箱可以看到这儿收到一封邮件，这里确认邮箱地址。好，这里邮箱已经验证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去登录。好，这儿我们就直接点登录。
接下来它就会带我们来到它的后台哈，来到一个控制面板。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账号已经被激活了。好，接下来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儿，你可以管理你的 API 密钥。那你可以把你的公司的官网啊、电商的平台你店铺的账号啊，或者说你独立站的一个店铺哈，填进来。甚至呢，你有社交媒体的，或者说什么 TikTok 这些呢，都可以把它填进来。最好的啊是已经有了啊你的一个店铺哈，不管你是在线的也好，你自己搭建的网站也好。那在这里还有不知道如何搭建 Shopify 独立站的朋友哈，你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哈，这是非常详细的一期新手教程哈，教你怎么样搭建一个 Shopify 的店铺。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哈，那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收藏一下这个视频。那如果说你想要完全建一个可控的一个网站，你也可以通过一些 AI 来建站。其实现在 AI 建站非常的方便啊，可能3-5分钟就能帮你建一个站。那么你可以通过像 Hostinger AI 来帮你建站啊，可以快速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哈。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相关链接哈，这儿建站所用的所有相关链接哈，大家都可以去描述栏找到哈。这里 Hostinger AI 建站，那么我也会放一个相关链接在这里哈，帮助大家能够解决网站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后台哈，其实设计的非常的简洁哈，左边是功能，你点一下就可以在这边右边看到对应的一些功能。那首先现在点到的就是一个主页，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企业的总体的一个财务情况哈，你还可以创建账单、提交费用、汇款或者增加资金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在这里创建汇款啊，你可以在这里来增加资金。那么你可以汇款也可以增加资金，比如说我们点一下这个增加资金，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现金余额，那你可以看到你不同的余额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币种。这儿比如说有等待审批的哈，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下面有一些付款的信息，比如说总金额、审批的等这些这里还有一个收单充值，你都可以通过银行转账可以通过空中云汇的一个云汇通。第二个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费控，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关联你的财务的一个软件哈，可以管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支出与报销还有包括可以掌握并管控你员工的一个开支你可以进行一站式的处理。那这里还有一个，比如说还有我的费用这些你都能看到这里相关的。下面一个就是一个账单，你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自动化整个账单的支付流程。那你可以给你的供应商进行付款，点开之后呢，这里你可以立即启用你立刻去点击激活你的供应商这个可以告别手动的数据输入，提高这个对账速度，轻松支付一些国际账单。这里只要去激活你的供应商，增加把你的供应商增加进来，把你的供应商的信息这些可以看这里专门有一个供应商，把你供应商的信息全部给它填进来，把供应商的信息全部填进来，增加他的一些支付方式、支付信息，比如说他的银行账号填进来之后呢，我们只需要用这个系统自动进行转账非常的方便。有多个供应商你可以点击去增加更多。在下面这里有一个支出的一个申请如果员工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提交一些支出的一些申请，财务可以跟踪审批进度并且直接发放一个预算。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发放卡创建采购订单。但其实整个财务整个页面就可以看出来，就可以进行一个控制。比如说你可以管理支出的一个申请、跟踪的发放卡，还有创建一些采购订单，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去立即去体验。那么你的员工就可以在这里去创建申请描述一些这些想要买什么这些都可以你需要花多少钱，支出多少支出的时间点一些你可以把这整个的一些什么附件照片都可以点进来去提交给你的财务，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审核。好，下面一个可以看这儿还有个计费。计费里面有关于产品的，有关于发票的、订阅的下面还有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的话，你可以去把它下载你要导出哪个报告呢，你就去点击导出哪个选择报告的所在的时间段时间导出就可以了。那它生成报告以后就可以直接进行下载。下面一个这里有一个设计这第一个是用户管理。这样用户的管理呢，你可以去创建新的账户你可以去在左边这儿去管理你的用户并且你也可以去邀请你的用户
你可以输入对方的名字、邮箱，选择一下所属的公司、部门直接发送邀请就可以增加新的用户进来。当然你还可以增加一下管理员的一个角色，分配他的一个权限等等，还有一个支出的一个审批的流程你可以看一下。那整个系统的操作逻辑其实都非常简单，所有的功能它都集中在这个控制台里面，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应用扩展，下面你还可以看这有个多币种的钱包这里面有一个全球收款账户，这里你可以创建全球收款账户你也可以来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些支持的币种你可以管理账户账户管理你的一些创建好的一些收款账户呢，在这个下面就可以看到，每次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搜索就可以了。这儿还有一个交易记录，那么有交易的你可以在这里都能看到下面这里是有一个换汇你想什么时候换汇你看到费率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进行一键换汇再往下来这里有一个付款，那么这个付款就可以给全球的供应商或者说你的员工呢发起单次的一个转账，或者说批量的付款，或者说自动转账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创建付款，创建新的收款方，比如说通过跨境银行付款或者说通过空中云汇的云汇通，或者说通过香港境内的什么银行付款都可以。它这儿有一个支付方式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可以去把这个支付方式激活还有包括付款的一个限额，这里你也可以看一下你可以去设置一下，还有审批的流程。那退款在这样设置里面选择取消的付款将以哪种币种退款这里也可以进来设置一下。那么你也可以以收款方收到的币种退款，也可以以你支付的币种退款。再往下这里有一个联系人，那么这个联系人呢，就是你可以统一管理所有收款对象的一个资料，收款人的姓名备注名、转账方式、他的银行账户信息那么你都可以看到，后台都能看到你还可以在这里创建收款方，下面还有收单什么账户安全这些我的账单这些呢，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连接到比如说你的 Shopify 或者说你的亚马逊独立站哪怕是你的 TikTok 小店你都可以直接在这个设置里面找到这个应用扩展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一个连接。好，那下面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权益中心你目前空中云汇呢，它已经和非常多的一些知名品牌来进行一个合作，你可以领到一些其他平台的一些优惠下面这儿是一个开发者你可以找到各种接入的一个指南，还有一些 API 的文档方便你做系统的一个集成，或者说是开发自动化的一个工具。在账户安全方面你可以设置双重认证可以让你的账户更安全。最后一个就是账单账单就是你的对账单你平时的一些账单，所以它整个界面看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在主页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无论你是增加资金还是发起转账汇款、提交费用创建账单都可以直接操作。那么一个仪表盘它就控制所有的信息。后台的操作界面其实非常的简单连接一下来你平时自己到后台来进行一个管理就 OK 了。好，那后台了解的差不多，接下来再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空中云汇的一些优点和缺点。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优点其实它的整个开户流程的话，其实可以全部在线上完成不需要跑银行，也不需要填一堆纸质的一些材料，并且它的界面刚才大家看到了，非常的简单。就算你是你不是什么这种专业方面的人才不是什么技术的一些人才，那也可以轻松使用。还有它的国际转账，还有一个换汇的成本呢比较低空中云汇的费率比传统的银行要低很多，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标得很清楚的，你一眼就能看清楚自己花了多少钱。那还有呢，它没有月费，或者说它最低余额的限制这一点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这种跨境电商卖家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部分的市场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会有少量地区性的一个费用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刚刚创业还是已经有稳定的收入，那空中云汇呢都不会因为你账户的余额多少而向你多收费。空中云汇的话，它还有一个虚拟卡的功能如果说你是香港的主体进行注册，那么你可以无限制的创建虚拟卡或者实体卡给你的团队成员使用，还可以设置每张卡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上限，并且实时追踪所有的支出这个对于一些管理
订阅费用、广告支出呢非常有帮助，甚至可以放心的办张卡分配给你的助理去使用，而不用担心预算被乱花。从交易到发票的收据都集中在一个页面对企业做账呢、准备报税来说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空中云会还有一些会计软件它与一些主流的会计软件集成，它支持的插件也很多比如说一些知名的一些会计软件所以它会让你的对账核账都会更加的轻松。那总之呢，这个空中云会其实它非常适合跨境电商卖家并且它已经在全球拿了60个金融的一个牌照它内置的一个合规系统，让企业在全球扩张时呢，也能自动符合各地的一个监管的要求不需要额外的本地注册实体公司，它让资金管理起来更加的简单，费用呢并且也更低它的掌控力更强。当然它肯定也会有一些缺点首先空中云会它不是传统的银行，所以在这里你找不到企业贷款什么透支还有什么带利息的储存账户这些功能虽然说它提供企业卡，但是那个是预付费卡，而不是一张信用卡，也就是说呢，你只能花你钱包里面有的钱，不能透支，也没有一个信用额度。未来它可能会推出信用功能但目前是没有的。其次的话，空中云会呢，目前面向的企业用户的话，如果说你想用它空中云会它是面向企业用户如果说你想用个人的资金这个工具就不太适合，最低化要求你是一个个体户，还有点它的业务仍在持续的扩张，还有部分国家呢，还有区域地区的话，暂时还没有开放支持开放的国家呢，比如说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丹麦等等一些主流国家呢基本上都已经开通了。最后这个空中楼会那这个空中云会它没有实体的一个网点所有的业务都是线上完成的，对于数字化企业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优点。那如果说你习惯面对面办理业务，这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它全靠是在线上完成不过它背后呢有强大的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支持空中云会它其实拥有了刚才给大家讲了60多张金融牌照运行在自建的这种跨境支付网络上，也是它为什么可以做得更快、更低成本的一个跨境汇款的核心原因。它不只是说界面好看、实用的支付系统，而是一整套为全球企业打造的一个金融基础的一个设施。到底要不要用空中云会呢？如果说你的企业有全球的客户、海外的供应商或者经常要给一些全球的自由职业者或者说海外的员工进行付款，并且每次转账呢都被高额的手续费或者延迟搞得头大的话，那么这个空中云会其实你非常值得一试。那如果说你是独立站创业者你想让财务流程更加简单，或者说你是在做一个正在扩张的全球的团队，想要更好的管理支出，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功能全的一个传统银行，比如说可以开信用卡、申请贷款赚取储存的一个利息，空中云会可能就不适合你空中云会的目标不是包揽一切它主要是把全球的企业的资金管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所以这里有兴趣的伙伴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相关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个链接。那到底要不要换如果说你现在是跨境电商，收款慢、贵、乱，财务天天救火，那就得试一试。如果说你高度依赖银行授权，那么如果说你高度依赖银行授限和线下网点的服务，那这套更像是强力增配，不是完全替代建议大家可以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我建议大家可以边看视频边开一个测试的账号，照着上面的路径把关键的模块你可以都来看一遍。甚至你也可以先拿你的一个站点或者一个币种做对照组跑买一个期限真实的去做一个对比，到账时间、汇率成本、操作时长。那第二呢，你还可以把你的收款币种、换汇策略、付款路径、对账口径拉成一条线所以千万不要今天谁顺手点哪个就走哪个，否则你的费率再低也会被内部摩擦吃掉。那还有一个企业卡，尽量专用广告一栏，比如说订阅一栏、差旅一类月底汇总才干净。
还有一个我们权限要分期哈，付款和审批别一个人全包，那么双重验证和异常提醒一定要开。最后还有一点哈，合规我们永远放在前面哈，主体业务、国家地区和披露的信息如实填写哈，别在敏感区域踩红线。好了，那今天呢，郁金香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说你对做跨境电商感兴趣哈，你可以来看一下小鱼儿的一些相关视频。如果说你正打算做跨境电商哈，对跨境电商呢还没有任何的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朋友呢，那你可以来看小鱼儿的。那你可以来看郁金香的这一期视频啊，跨境电商独立站超详细5小时的一个期教程，那中间会包括啊怎么样铺货，怎么样去投广告哈，怎么样建站，怎么样啊这样的一条龙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哈。这里呢你可以直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好了，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拜拜。